你有没有想过，现实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存在吗？还是只是我们脑海中的一场幻觉，一种一时的投射？最近，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彭罗斯抛出了一个让人哑口无言的宣言：宇宙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听起来很疯狂，对吧？但是他的意思是，我们的宇宙只是某种意识的投影，是一场在我们脑海中上演的幻觉秀。想想这个你可能很熟悉的说法：138亿年前，大爆炸发生，接着诞生了无数的恒星、星系，最终形成了行星、生命，然后是我们地球上的人类。但你知道吗？这个版本的故事中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一个深得足以动摇我们对现实理解的缺口。彭罗斯说，如果你依据我们现有最好的物理学理论，那么你不得不承认，我们所熟知的宇宙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物理学理解有严重的缺陷，或者我们在探索形而上学的奥秘时遗漏了某些至关重要的线索？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看看为什么宇宙可能根本不存在。我们先从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开始，10的123次方。这个庞大的数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彭罗斯数。它代表了一种惊人的可能性，而它看似简单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宇宙形成与支持生命的无法置信的不可能性。让我们把这个数字拆开看看。首先，想象一下这样的几率：大爆炸能够精确地以导致生命出现的方式发生的可能性是10的负123次方。这意味着什么？基本上，这个概率微小的几乎不存在。彭罗斯用他那荣获诺贝尔奖的智慧，给我们计算出了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数字。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现在，我们熟知的宇宙起源理论是大爆炸理论。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从一个小的无法想象的起点开始，经过138亿年的膨胀，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浩瀚的宇宙。这个理论还告诉我们，宇宙是从某些特定的初始条件开始的，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是初始熵。熵这个词听起来有些晦涩，但简单说来，它衡量的是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孤立系统会从低熵状态逐渐走向高熵状态。这就好比，如果你把一盒沙子倒在地上，那些沙子颗粒会变得越来越分散，而不会自动重新聚集在一起。一旦系统达到最大熵，所有东西就静止不动了，变得一团糟且毫无变化。但问题来了，我们的宇宙显然还在变化。看看那些燃烧的恒星，诞生的新行星，生命依然在不断进化。这说明宇宙的熵还没有达到最大值。于是就有了这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在一开始的时候会处于一个这么低的熵状态呢？这是个困扰了科学家几个世纪的大问题。更糟的是，大爆炸理论似乎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无论是最早的经典大爆炸理论，还是后来加入了膨胀阶段的现代理论，他们都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宇宙会从这么不可能的低熵状态开始。要知道，随机地找到一个高熵状态比找到一个低熵状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呀。根据我们的理解，宇宙应该一开始就接近平衡状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这样的条件简直太罕见，太奇怪了。所以彭罗斯提出了一个挑战：如果大爆炸理论是对的，那么让宇宙按照现有样子发展并支持生命的概率到底有多大？他的答案是，这种可能性大约是10的负123次方，一个小到你几乎不敢相信的数字。要知道，宇宙中所有的原子加起来的数量大概也只是10的79次方而已。这么一比，这个数字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简单来说，根据这些数学计算，宇宙存在并且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这种样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真的存在吗？还是说，我们所知的一切其实只是一场宏大的幻觉？这些问题也许无法轻易回答，
但正是这些令人困惑的谜题，让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变得更加深刻。也许最终的答案会颠覆我们对存在这个概念的理解，而这也许正是科学最美妙的地方，它永远让我们保持好奇，不断探索。在他的经典著作《皇帝的新思维》中，彭罗斯讨论了一些与电脑、思维和物理学有关的庞大的、不可思议的数字。他提到了一个这样的数字，其大到你根本无法用普通的十进制方式完全写下来。这到底是多大的数字呢？它就是1后面跟着10的123次方个零。我知道，光听这描述就已经有些让人崩溃，但我们来深入想想这有多疯狂。假设你要用宇宙中的每一个质子和中子，甚至还加上其他粒子来代表一个零，那么你也远远无法达到这个数字所需要的长度。还不够吗？还不够多个零。光是把这些零排出来，我们可能连一整个宇宙的材料都不够用。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难以想象的巨大数字，物理学家罗恩·麦蒙 （Ron Maimon） 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想象一下，你连续41天，每天都赢得200次100万次抽奖的几率，这样的几率是10的5次方。这听起来已经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对吧？但你知道吗？与彭罗斯那个数字相比，这个还显得微不足道。这些可能性大的，或者说小的，几乎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不过，这种天文数字还不是我们面对的唯一挑战。还有另一个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反物质。像斯特凡·奥尔默 （Stephen Olmar） 这样的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反物质，因为它对我们理解宇宙起源的奥秘至关重要。反物质是什么呢？它跟我们每天遇到的普通物质截然不同。我们习惯的物质是由正电荷的质子和负电荷的电子构成的，而反物质则刚好相反，它由负电荷的质子和正电荷的电子组成。这就像是在镜子中看到了我们所熟悉世界的倒影，熟悉但又奇特。让我们回到138亿年前的大爆炸。那时候，理论上宇宙应该生成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问题是，当物质和反物质相遇时，它们会相互湮灭，就像烟火一样，在一瞬间化为纯粹的能量。如果大爆炸真的产生了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那么它们应该早就把彼此完全湮灭，留下只有能量的宇宙，没有恒星，没有行星，也没有我们。可是显然，我们的宇宙中存在着物质，而我们就在这里。这其中的奥秘被称为重子不对称，这是一个让科学家们绞尽脑汁的大难题。于是问题就来了，大爆炸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物质最终比反物质更多？或者说，难道一开始就没有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吗？奥尔默的回答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标准模型告诉我们，物质和反物质应该是对称的，这意味着在理论上应该有相等的数量。那么这种对称性又是怎么被打破的呢？奥尔默的研究试图找到这个对称性破裂的蛛丝马迹。他假设，如果质子比反质子稍微重一些，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物质会比反物质更多，这或许也能揭开为什么宇宙会存在的谜团。他的研究中，奥尔默专注于研究物质和反物质如何对重力做出反应，并试图通过这些研究来找到可能的对称性破裂的证据。这里他们使用了一个非常酷的装置，叫做潘宁陷阱 （Panning Trap）。这是一种用来捕捉带电反物质粒子的装置，通过电场和磁场，像夹心饼干一样把反物质粒子夹在中间，以便进行测量。具体怎么测量呢？他们测量粒子的回旋频率，简单来说，就是粒子在磁场中绕圈的频率。奥尔默把这个实验和音乐进行了类比。他说，这个测量系统有点像电吉他的拾音器，它能听到反物质的声音，就像吉他拨弦发出的音符一样。虽然频率不同，但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代表着宇宙中还未被人理解的某些神秘性质。从这个角度看，
物质和反物质就像演奏着相同旋律的音乐，它们的频率匹配，特性相似，像是在演奏着一曲和谐的乐章。研究人员正试图找出这些旋律是否会因为受到不同重力场的作用而有所改变，从而进一步确定反物质是否和普通物质一样遵循着爱因斯坦的重力定律。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任何物体，无论是钢琴还是羽毛，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应该以相同的速度下落。那么，反物质是否也会这样？还是它的相反电荷会让它的行为有所不同呢？当奥尔默开始进行这项实验时，他使用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宇宙工具，没错，就是我们的地球和太阳。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走着一条椭圆形的轨道，而这样的运动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能让我们研究到引力位势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奥尔默的团队正是利用这个特殊的实验室，测量了不同时间下反质子和负氢离子的回旋频率，或者说旋律。经过整整24000次的测量和比较，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结果：无论何时，这两种粒子的行为竟然一模一样，而且置信度相当高。这也意味着，爱因斯坦的重力原理同样适用于反物质，反物质并不会向上掉落。如果反物质真的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行为异常，那么这一发现将可能彻底颠覆我们对自然法则的理解。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发现反物质和物质之间有显著的差异，这将直接挑战一个叫做 CPT 不变性的概念。C 代表电荷 charge，P 代表宇称 parity，T 代表时间 time。这个原理告诉我们，即使颠倒这些属性，宇宙的本质应该还是保持不变的。想象一下，如果时间逆转，一切都变成左旋，所有的电荷都颠倒，按照 CPT 不变性，宇宙还是会一样运作。但是，如果这种对称性被打破呢？如果反物质和物质在某些特性上有不同，那将意味着宇宙的运作原理是可以改变的，甚至可能改变因果关系本身。奥尔默认为，这种发现的潜在影响或许类似于1920年代量子力学诞生时对我们认知的冲击。在量子力学之前，人们相信所有事物都是可以预测的、确定的。然而，量子力学的出现告诉我们，宇宙充满了不确定性，许多事情根本无法完全预测。而如今，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也面临着类似的转折点。我们知道反物质的存在事实，但它的行为和普通物质的异同，或许正以某种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握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宇宙的命运。也许，我们现在对现实的理解是错误的，只是我们还在等待那个决定性的发现来推动这场思维的变革。这让我想到世界这个概念，它是一个界限，限制了我们能够看到和理解的范围。在地球上，世界指的就是我们因地球曲率而能看到的最远距离，大约是5公里左右。换句话说，世界决定了我们的视野，而这其实也适用于我们对宇宙和生命起源的探索。在宇宙学中，有一个重要的世界，这就是大爆炸后大约30万年的重组时期。在这之前，宇宙就像是一锅沸腾的汤，里面充满了电子、质子、中子和光子，所有的光子不停地与这些粒子发生互动，根本无法自由穿梭。但是随着宇宙的膨胀和冷却，电子和质子结合形成了氢原子，光子终于得以自由穿越宇宙。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种现象就像是最后的浓雾消散，让我们可以通过光子看到宇宙的过去。然而，这个最后散射的表面就像是一层雾墙，阻挡了我们对更早期宇宙的直接观察。为了理解那更久远的宇宙，我们需要依靠其他的线索，而不是光子带给我们的信息。这种限制也适用于我们理解生命的起源。在地球上，生物的演化遵循着一个叫修改后代的过程，通过基因的传递和突变，新物种得以诞生。生物学家通过这样的方式绘制了一幅生命树，追溯了超过30亿年的进化历史，
所有的生命形式最终都追溯到了某一个最后共同祖先卢卡。它是一个我们无法直接观察的生命，但通过对生命树的推断，我们知道它必然存在。这个最后共同祖先就像是生命历史中的世界，是我们能够追溯到的最原点。然而，这之后的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在这个共同祖先之前，是否还有其他生命形式存在过？这些问题仍然是未知的。这些世界，无论是对宇宙的还是对生命的，表现了科学探索中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总是面对着某些无法突破的界限，因为证据终究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此，并非所有问题都会有直接的答案。有时线索会消失，有时我们只能推测。但这也正是科学之美，它鼓励我们不断探索，超越现在的视野，寻找突破的方法。那么，面对这些世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科学的视野代表着我们当前理解的边界，而每一次技术的进步、理论的改变，都可能让我们看得更远，理解得更深。或许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解开这些困扰人类多世纪的谜团，打破这些世界，看到那更深邃的宇宙奥秘。随着我们的工具和技术越来越强大，我们的世界也在扩大。这些新的视野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甚至发现关于宇宙和我们自己的全新见解。举个例子，让我们来聊聊宇宙学中的世界。我们能观察到的宇宙其实是有界限的，这个限制来自于光从大爆炸以来所能行进的距离，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看到距离够近，光还能到达我们这里的那部分宇宙，这就叫可观测的宇宙。但是随着望远镜技术的不断进步，还有那些疯狂的太空任务，我们正渐渐拉开帷幕，揭示更深邃的宇宙历史。我们能用新一代的望远镜探测到那些比之前更久远的光，让我们有机会去验证一些有关早期宇宙、暗物质、暗能量以及整个宇宙结构的理论。这简直就像用更强的放大镜去看一张古老的照片，突然间，原本模糊的细节变得清晰可见。再看粒子物理，对撞机技术也在一次次突破我们的认知极限。就像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这个庞大的装置，可不只是耸立在瑞士的一个地下环形隧道，它其实是一个时间机器，帮助我们回溯到宇宙诞生的瞬间，几乎是那一瞬间的状态。通过这些实验，科学家们得以探索那些最基本的粒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试图揭示物质的本质、质量的来源，甚至是整个宇宙运作的基本规律。这些发现要么证实我们已有的理论，要么推翻它们，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一切，开启全新的研究道路。而这些世界扩展的故事不仅限于宇宙和粒子，生命起源的探索同样涉及到这些科学视野的扩展。比如，关于地球之外的生命的搜寻，我们需要对生命需求以及宇宙其他地方可能支持生命的条件有深入的理解。我们派出探测器去火星、木卫2、土卫2，寻找水的迹象，甚至寻找生命痕迹。想象一下，如果在那里发现哪怕最简单的生命形式，那么对我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震撼。这种发现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于生命的独特性和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无限生物形式的认知。最后，共同祖先的概念也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它给了我们一个基础去理解所有生命是如何从某种原始生命形式中进化而来的。通过追溯所有已知生物体的基因和生化相似性，科学家们可以大致推断出那种原始生命的特征。但这也代表了我们知识的界限，我们知道这个共同祖先存在，但却很难具体还原他的生活环境或他所经历的演化过程。这就像在追寻一个古老的故事，总有一些关键的章节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不过，这些所谓的科学视野其实并不应该被看作障碍，反而更像是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挑战。当科学家遇到这些界限，他们被迫创造出新的理论，发明新的技术，
采用全新的方法去打破这些局限。每当我们面对世界，就像面对一道不可逾越的墙，科学家们总是试图找到突破的路径。这个过程本身往往会引发我们理解的范式转移，比如量子力学的发展，它让我们意识到微观世界的运作方式完全颠覆了经典物理的确定性。此外，这些世界的哲学意义也不可小觑，它们逼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可以知道的，什么是无法理解的。当我们来到知识的边界，我们就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本质，人类认知的极限以及科学探索在塑造我们世界观中的角色。这不仅仅是科学家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还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研究资金如何分配、政策制定的方向、教育的重点等等。我们越是了解自己知识的极限，就越能精准地投入资源，让下一代科学家去突破那些现有的边界。所以，科学视野既是一种束缚，但也是一个强大的催化剂。它们定义了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一切的边界，同时又激励我们去追寻未知的领域。随着工具和理论的进步，这些边界正不断扩大，让我们对宇宙和生命的理解更加深入。对于这些边界之外的探索，依然是科学的最大驱动力，它让我们不断改变我们对自己、对宇宙的理解。未来，随着我们不断突破这些知识的极限，我们将踏足一些崭新的领域，每一个领域都会带来前所未见的挑战和机会。这些探索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宇宙的理解，也将激发我们去思考存在的意义和未知的奥秘。对知识的追求就像是一场无休止的冒险，每走一步都揭开新的谜题，让我们永远不缺少新的可能性和探索的动力。这些谜题尚未有确切的答案，但正因为如此，科学才如此迷人。我们不断地在探寻这些看似简单却深不可测的奥秘，而每一次发现都在让我们更接近理解这个充满奇迹的宇宙。或许我们离找到真相还有一段路，但每一小步都意味着人类的智慧在继续前行。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